今天這支影片呢，我們要帶大家到地下玩透透。首先呢，我們要去開箱充滿歷史震撼感、氣勢磅礴的瑞典皇宮。接着，我們要一起潛入地底，去尋找那些被譽為世界最長藝術畫廊，每一個站都像魔法世界一樣的藝術地鐵站。到底北歐的皇宮有多壯觀？地底下的地鐵又有多魔幻呢？趕快跟着我們的腳步，一起在北歐漫遊吧！好，我們現在在這邊，這是入口。那我們等一下就會沿着這邊走進去，就可以看它一大片的花園，還有它的一些造景。然後皇宮就會在這邊，然后它這個腹地廣大，所以我們等一下就是慢慢走看看。好，看哦，這是皇宮的背面。哦，我们等一下会从另外正面就对了。有海鸥在叫的声音。卓寧霍爾摩宮位於斯德哥爾摩西方的洛文島上，是瑞典保存最完整的17世紀巴洛克式的宮殿，也是瑞典第一個被列為聯合國世界文化遺產的皇宮建築。卓寧霍爾摩在瑞典文中的意思呢，就是皇後的島，因此呢，中文常常直接稱為皇後宮。這個名字呢，源自16世紀，當時國王為王后新建了一座宮殿，因此得名。後來宮殿毀於大火，現在看到的宮殿呢，是在17世紀重新興建而成。那很多人呢，會把卓寧霍爾摩宮呢和斯德哥爾摩的皇宮搞混。其實兩者的用途完全不同哦。卓寧霍爾摩宮呢，就是國王與王后的主要住所，也就是王室的家。斯德哥爾摩皇宮呢，它位於老城區，是國王辦公、接待外賓、舉行國宴以及國家典禮的正式皇宮，也是瑞典王室的重要行政與代表性的場所。而這座皇宮呢，就是國王的家。當國王啊，他如果有在皇宮中呢，就會懸掛上那個皇家的旗幟。所以呢，現在大家有看到皇宮上方飄揚的旗幟了嗎？這通常就代表瑞典國王呢，他現在正在皇宮裡面。至於是居家生活還是處理公務，就不一定咯。現在我們走進卓寧霍爾摩宮前面的皇家花園。這座花園呢，建於17世紀，以法式庭園風格設計，整齊對稱的樹木啊，精緻的花圃與優雅的雕像，都展現出歐洲皇家園林的典雅氣息。站在花園中央回望皇宮啊，整座建築與對稱的庭園相互輝映。這也是卓寧霍爾摩宮最具代表性的景色之一，難怪啊會被列為世界文化遺產。漫步在遼闊的步道上啊，不但可以欣賞皇宮的壯麗建築，也能感受寧靜悠閒的氛圍。那天氣晴朗的時候啊，許多當地人和遊客都會來這裡散步、野餐，享受大自然與歷史文化交織的美景。這裡草地真的很舒服哎。卓寧霍爾摩宮呢，除了皇宮本體之外啊，還有巴洛式的花園、英式景觀的花園，保存完整的宮廷劇院，還有充滿東方風情的中國宮，都對遊客開放。不過，皇宮南翼啊，至今都是瑞典國王與王后的私人住所，因此呢，並不開放參觀。那我們今日的行程呢，是以參觀皇宮的外圍，還有一些宮廷式巴洛克的那個花園風景為主，還有海景。所以呢，我們並沒有去參觀它的建築。對啊，
對，他們這個花跟我們，而且它這個水好清哦，對吧？哇！還有那個鳥叫聲呢。逛完一圈卓寧霍爾摩宮，真的能感受到瑞典皇室的歷史與文化的魅力。從莊嚴的典雅皇宮建築，到遼闊對稱的巴洛式花園，寧靜悠閒的英式景觀花園，每一個角落都值得慢慢欣賞。如果有機會來到斯德哥爾摩，非常推薦安排一趟親自走訪這座美麗的皇家宮殿，相信一定會留下深刻的回憶。這裡是呢斯德哥爾摩的地鐵哦。那斯德哥爾摩的地鐵呢，被譽為世界最長的藝術畫廊，全長約110公里，共有100座的車站，其中呢有94座車站呢都展示了公共的藝術，由約250位藝術家共同的創作。從1957年開始呢，地鐵站呢陸續加入了壁畫、雕塑、馬賽克、岩壁彩繪、裝置藝術等，讓每天通勤的人都能夠免費的欣賞藝術。那有很多觀光客呢，他就會去購買那個一日票券的那個地鐵券，然後去每一個不同的地鐵站呢，去拍攝它不同顏色啊、不同風格的那個地鐵造型。那這樣子也是蠻有趣的一個活動。這一樣是也會有那個超商啊、便利店，看上面屋子，這裡，因為它就是有那個日照風，然後他們進去一樣，跟我們的那個地鐵啊、捷運啊是一樣，就是他們是一樣是要用掃碼 QR code 那一種，或者是你看。跟我們的地鐵啊、捷運是一樣的意思啊，我們等一下就掃碼進去就可以。這一站是藍白色藤蔓的圖案，是最經典也是最多人打卡的車站哦。哇！好漂亮哦！跟剛剛的完全是不同的風格。但他們一樣是好像感覺是那種很自然的那種岩石啊，並沒有修飾過，只是它的那個顏色。然後這個是藍色、藍白色。這是另一站的地鐵，紅綠有聖誕樹感覺的配色哦。它還有展示一些藝術品。這個又是另一種風格，這個比較現代化，好像它就是屋頂嘛，然後那個牆面並沒有那種像岩石那樣子，但我覺得它還是蠻特殊。時間的關係，這一次並沒有拍到很多有特色的那個地鐵站，那希望說以後有機會能夠再多拍一點。